店门口的警示标语居然写了这么一行字，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本店拒收从小裤裤里掏出来的现金。好家伙，难道那边的民风已经淳朴到走在大街上随时都有被抢劫的风险，只有把马内放进 underwear 才能有效避免吗？盘点给他 I6 预告片中能够分析出的游戏细节，两位主角基本可以确定为恋人关系，堪称鸳鸯大盗，夫妻二人协同犯罪，放到任何系列里都是前所未有的。最后一幕戴面罩踹门掏枪，荒野大镖客2玩家再熟悉不过，盲猜可以携带更多的随身物品，比如一件佩戴面罩，从而实现零元购自由。当然预告片1分半的时长，超过1分钟都在描述大量的犯罪场景，剩下30秒为靓丽风景。如果不信罪恶都市有这么乱的小伙伴，我强力大家观看一部经典老剧，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绝地战警系列，看完你就明白罪恶都市这名取得有多么贴切了。地图方面，罪恶都市主城区回归毋庸置疑，尤其是著名的海景酒店，承载着无数玩家的童年回忆。来对比一下20多年的发展，不禁感叹能超越R星的只有R星自己。路边的车辆基本都是爆改没有版权的，911、道奇、法拉利，中间这辆则为80年代复古车系，罪恶都市中最常见的跑车，四出排气，每次路过汤米都会走不动道，自然而然的被吸引过去。哎，我的手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地图规模是咱们玩家关注的另一大话题。有了前作从来没有去过洛圣都但比谁都熟悉的优良传统，这代对城市的还原度也绝对不可能低。直升机视角下的这一幕出现了收费站场景，4代粉丝狂喜。沙滩地区 NPC 密度极高，飞驰的这辆皮卡如果不是工作用车，就是未来玩家扮演的角色。在沙滩上开车的快感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多说视频该被下架了，懂的都懂。中间还藏有和主人一起跑步的吉娃娃，小茶从此不再孤单。希望主角能养狗的设定能得到延续。除了沙滩和棕榈树，R星还做出了湿地和沼泽场景，大批火烈鸟的栖息地，非常有可能是西边的湿地公园。鳄鱼更是没有边界感，经常误入邻居家的泳池派对。我这边建议强烈和大镖客2联动，出个任务让咱们狩猎传说鳄鱼，地点就在 7-Eleven。老太太双持锤子砸违停汽车这件事儿，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原型的，就地取材，代入感能不高吗？细心的观众可能也发现了，不只有社交平台上网友的第一视角，还存在监控视角、警方的执法记录仪视角等等，说不定和男主有关。毕竟开头一幕只介绍了出狱的卢西亚，杰森的身世目前还尚未揭晓。要真是警察，那可就太有意思了。聊完设定，物理引擎和画质的进化才是真正让我觉得恐怖的点，尤其是光影，甚至让我一度怀疑这不是本世代游戏，而是来自10年后。NPC 脏辫漂移程度，角色身上泥土的沾染效果，漂移时车辆经过会带起路上的落叶。天空中体积人的质量也比大镖客略强一些，进化最大的非水体效果莫属，黢黑的果冻水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清澈且真实的水体。大量海上运输设施为历代给他爱都忽视的，巨大游轮能驾驶的几率虽然不大，但只要有就能增加游戏的细节程度。2年之后说不定画质会更高，这一波不知道治好了多少人的电子异地。